越南男女混合摔跤，居然有兄弟说他可以摔得过大美，只能说这些兄弟啊情商太低。今天我们来看看情商高的人都是怎么输比赛的，输了比赛以后说不定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比赛的现场。老规矩，男女混合摔跤，他们这个摔跤前还要跳一个插秧舞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越南是农业大国，举办这样的比赛也是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对于运动员来说啊，这也是赛前热身。那么好，接下来越南乡村爱情摔跤大赛正式开始。穿着黄色衣服的大国对阵穿着橙色衣服的王云，王云反复用巴掌击打大国的头部，大国率先下潜抱单腿。王云的反应很快啊，抱住大国的胯部，保持自己的平衡。王云的速度很快，力量也很大。现在转换把位，反而抱住了大国的腿。王云后仰，把大国摔倒。大国想强行起身，但是无奈力量不够啊。王云抱住大国的右脚，大国按住王云的头想挣脱，大国把胯转过来，从上面抱住王云的腰，大国发力想把王云翻过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虽然王云是女子啊，但是这个长得是虎背熊腰的。王云继续挠大国，大国是节节败退呀，大国受不了了，再一次下潜。王云转换把位，再一次的控制住大国。这个比赛的规则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规定时间内把对手摔到双肩着地，或者看谁的控制时间更长。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分出胜负。王云想把大国挑倒，大国只能趴在地下来寻求平衡。大国想起身，被王云压倒。王云这个时候的小表情啊，有点春心荡漾。王云抱住大国的大腿向后翻，还好大国的双肩没有着地，不然就输掉比赛了。大国只能向前爬行，想挣脱王云的控制。大国气的是龇牙咧嘴啊！此时的大国多想硬气一把，但是无奈实力不允许。王云再次把大国扔出去，好在第一回合时间到，两个人都累得坐在地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慢镜头回放。王云的力量是真的大，直接把大国给扔出去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第二回合。大国下潜，王云的速度很快，再次把大国带入地面，把大国压平，王云再得一分。这次回到中心地带，这次是王云主动进攻。看看现在大国能不能控制王云。哎呀，还是控制不住，两人的力量差距还是比较大，王云的力量更大。那么好，比赛时间到。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的输赢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裁判让大国和王云握一下手，比赛主办方的老板也上来给他们两个人发放奖金。就在大家以为这场比赛已经结束的时候，那么意外还是不出意外的发生了，王云居然径直的走向大国。想你这件事情一直在我脑海中，你是我永远都走不出来的迷宫。而且对着大国的脸就是亲了一口。对于大国来说啊，这个幸福是来的猝不及防啊！现场的观众啊都在给他们鼓掌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那么最后，请正在看视频的你也把在一起3个字打在弹幕上。你们看了今天的比赛，还认为你们可以摔赢大美吗？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记得给小北哥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一个职业选手的师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大家期盼已久的波兰刺客对阵田野的决赛，今天正式开打。波兰刺客被称为在日本最强的外国人，曾经和一帮网红去踢过安保刘辉野的馆。这家伙的身体素质非常好，但是遇到职业选手安保刘辉野，只有挨揍的份。
他叫田野，是安保的弟子。他之前参加 Breaking 道打了3期，全部都优势获胜，包括职业拳击手细川贵之，还有招仓未来团队的佐佐木，成为 Breaking 道当之无愧的黑马。今天要挑战最强外国人波兰刺客。安保刘慧野也亲临现场，为自己的弟子加油助威。有安保刘慧野在，那么这个田野是非常的自信。安保旁边这个白头发的就是朱莉。刚才说过啊，波兰刺客的这个身体素质是非常的强悍，身高184，这个体型啊非常的强壮。那么今天就是典型的欧洲人对阵亚洲人的比赛。田野的体型大家就不用说了啊，跟大伙都差不多，请把毫无训练痕迹打在公屏上。好，比赛开始。田野逼近，连续低扫破坏波兰刺客的前支撑腿。那这个也是安保刘慧野给他的战术，因为之前安保刘慧野和波兰刺客啊打了好几次，应该对他是比较了解。哇，这个战术非常有效，就是田野比较慌乱。波兰刺客连续顶膝，这个对于田野的伤害也比较大啊。波兰刺客现在是防着他的腿了，躲过扫踢，连续直拳命中，哇，这个漂亮。田野想拼拳，但是臂展不够。田野现在可以考虑近身战，但是又害怕他的顶膝。安保让田野放松呼吸，应该是看出田野的体能下降严重。田野终于近身找到机会，使出了无敌王八拳。哇，这个左右大轮摆非常重，把波兰刺客打慌。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遍，哇，就是这一拳，又连续命中了好几拳。再打准一点的话，波兰刺客就被干挺了。他也很聪明啊，选择搂抱顶膝。安保让田野继续进攻，马上时间就要到了，应该是想给裁判留下好的印象。好，时间到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进度条也知道，这个是判平了，继续加赛。加赛局是30秒每回合。田野主动进攻，其实我觉得田野可以多打拳啊，看起来波兰刺客有点害怕田野的拳，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非常短，一回合1分钟，如果判平加赛的话也就30秒，所以最简单直接的还是用拳。大家可不要小看这1分钟啊，这种比赛对体能的考验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几乎都是火力全开，基本上不会给你调整的时间。你看现在加赛局2个人已经是没有什么体能了，毕竟他2个都不是职业选手，加赛局2个人打的应该差不多啊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进攻。好，加赛局的时间又到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裁判的这个判决结果。今天的裁判还请来了秋山成勋，加赛局又被判平，继续加赛。安保在给田野布置下面的战术。看得出啊，双方选手现在体能都消耗特别大，特别是田野啊。好，继续加赛局30秒。波兰刺客的拳打得更加稳健，相比之下田野就慌乱很多。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啊，互相换拳，继续拼拳。田野的左右摆拳确实杀伤力很大。我们看一下慢镜头。好，第2次的加赛局打完，最后2人的结果还是平局，这已经平了3次了。这个时候田野已经累得站不起来，缓缓地走向边角，安保告诉他再坚持最后30秒。这场比赛打得确实很焦灼，连续判平3次啊，每一次的重赛都是想把体能打完，这也是对自己体能极限的考验。再一次加赛局开始，双方没有试探，拳打出去确实没什么劲儿了，威力也降低很多。田野被推倒，波兰刺客这拳打中，田野也不知道是累的还是被打的，反正就是趴在地下起不来。裁判再给田野读秒，那这下田野吃亏很多啊，应该就扣了1分，这个比赛也就结束了啊。那这个判决结果也不用说了，肯定是田野输掉比赛。波兰刺客也可以说是艰难取胜，我感觉田野应该就输在体能上。田野走过去跟波兰刺客友好的握手。确实啊，擂台上面殊死的搏杀，但是走下擂台还是朋友。那么我觉得田野今天表现还是不错，只能说最后是累得够呛，差不多最后已经是一个虚脱状态啊，这是累的啊，累成这个样子。经过医生的检查也没什么大碍，稍微恢复一下就好了。波兰刺客还跑到后台来看一下田野，请把高情商打在公屏上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好看，直接在评论区骂我。这是一场后院格斗业余 MMA 比赛，虽然是业余比赛，但是精彩程度却让人瞠目结舌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场普通人的格斗赛。高个子的派克对阵矮个子的迪米，迪米的力量非常大，把派克抵在笼边。派克想做断头台，但是力量明显不够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比赛场地好像是在一个小树林里，就在这么一个后院的小树林，他们也可以打一场比赛。好，现在双方分开。好，派个上步后手拳，双方都非常谨慎，都不敢率先出拳。派克把迪米抵到笼边。派克扫踢加后直，迪米转身拳没打中。迪米看起来是个大憨憨，但是刚才那几招打出来啊，就知道这个人也不简单。还想来个双飞踢，结果没跳起来。派克开始进攻，哇哦，派克被击倒，哦，这下没有打中要害，可能是自己滑了一下滑倒了。派克起身。感觉迪米啊这么大的块头打得太保守了。派克后手拳打中，哇，刚才那拳特别重啊。迪米终于主动出了一腿。派克再一次打中，迪米就在等着派克冲进来打前板。派克组合拳打中，再来一拳，再来一拳打中，哇哦！迪米被打倒，上位砸拳，哇，这个砸得非常的重啊，几拳打下去，迪米直接被 KO 了。迪米是一个投机主义者，从他的整场动作来看啊，他不是没有东西，他是有东西的。他一直在等着派克进攻，伺机找到破绽，然后打他的迎击。这几下砸拳啊，非常专业，非常重。那最终迪米是偷鸡不成18米，输掉了比赛。那么好，最终派克拿下比赛。看格斗来小北格斗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小北哥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场外国网友特别期待的地下黑拳赛。为什么说是外国网友啊？因为我们国内根本就没有这种比赛啊！一些精彩的镜头。利奥今天的低扫啊是非常有效，如果说没有